防疫旅馆的送餐，我们待会可能会碰触到一些污染物，一定要进去吗？我有小孩，我冒这个险是否太大？我第一次看到有老板写了遗嘱为了员工，从一个员工变成所有员工，大家同心在做这件事情。如果我们不去做，那谁来做？大家都健康，我们才能更健康。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一刻，我觉得很骄傲。这样子也可以。Hello， 我是香慈。我相信你们听到刘香慈这3个字，一定有一个画面跑出来，就是军人黝黑、健康、勇敢、坚强、勇往直前。但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，这次的疫情让我的脆弱跟我的恐惧跑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生完 baby， 我的紧张跟害怕就在这次的疫情当中一下子爆发出来，我才发现原来我真的不勇敢。事实上呢，有一群人是镁光灯看不到的，是大家没有看到的。他们做的事情吃力不讨好，甚至被骂、被误解。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执意去做这些事呢？现在要去一个地方，对我而言有个神秘的面纱，就是新闻有时候也会稍微提到它。那有些是透过视讯去看到它的角落，但是我不知道它的全貌到底是怎么样。这一群人到底是怎么想的？是吃的什么豹子胆？怎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呢？就是防疫旅馆，而且现在我要过去一探究竟，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勇敢？然后现在我也很想问我自己，我当初为什么要答应？我觉得这种心态就是想象的觉得还好，跟现在就要踏进去的心情是不一样的。我如果今天单身一个人，我觉得我很 OK， 我觉得我很乐意去冒险去冲。但现在我有小孩，我有家庭，我冒这个险是否太大了？一定要进去吗？我可不可以在门口拍一拍，然后我们补一些空镜回来就好了？这样应该也可以吧？我前面这一位呢是防疫旅馆的经理郑经理。你好，郑经理。你好，你好。不好意思哦，就是跟你见面有一点恐惧啊，恐惧，有感受到我的强大的害怕吗？有。你们的旅馆成为防疫旅馆有多久了？今年的3月24号开始上线，在这上线之前，大概在2月初的时候，政府就已经有找我们说，愿不愿意加入防疫旅馆的行列。当下就是二话不说，就直接拒绝。哦，我以为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，不是？是因为那时候大家已经知道，这个东西在大陆很严重。为什么答应？因为到了大概是台湾在锁国前后，大量的台湾人回乡，然后没有地方去。那时候我们就决定说，好，那我们加入。即使我们房间不多，但是我们能提供多少就提供多少。成为防疫旅馆开始，一直到3月24号上线，其实我们总共准备也差不多5天的时间。从原本的正常旅馆到现在所谓的防疫旅馆，做了多大的改变？其实我们那5天，我们有计算一下，那5天我们总共花了20万。买了什么？在所有的楼层，它的天花板，我们就加装了紫外线灯。我们不是移动式的紫外线灯，我们是直接破坏天花板，直接去加装紫外线灯。可是因为你们不会是永久当防疫旅馆啊，所以我们对于后面在回复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其实很头痛。哦，这个都是隐性成本，大家没有看到的，没有想到的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搭乘这个电梯到顶楼，这个就是防疫的人员必经之路啦，一定要搭这台电梯嘛？大家就是要居家检疫。我可以碰你吗？我好紧张哦，好烦哦。已经戴好手套了。对，我戴好手套。那等一下就是眼口鼻，我们少摸其他地方，代表说我们待会可能会碰触到一些污染物。那我可以不要去有污染物的地方吗？基本上一定会经过的。这个是个必经路程。对，我现在会那么紧张，是因为你，我开了。为什么现在开？好，因为他刚刚跟我说，要进去喽，准备喽，戴2层口罩。原本没那么紧张，当他
告诉我说要戴2层口罩的时候，我开始就是什么？为什么要戴到2层口罩？1层口罩不是就好了吗？那电梯安全没问题，已经消毒过了。那我们就进去吧。 OK， 走吧。为什么不关门？因为毕竟我们还在说话嘛，那我们就是尽量保持空气畅通，然后我们尽量能待在比较密闭空间的时间越少越好。所以我们等一下不要讲话。对，尽量不要说话。就是我们就是到顶楼之后我们再说话。再说话。对，没错。好，准备喽。上去喽。好。拜。最近疫情比较减缓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是要那么辛苦的领口罩？跟领口罩的人是不是也像以前那么的多呢？因为现在好像很多的政府有很多配套的措施跟方法，给予上班族方便，网络上也可以订口罩。那这样子是不是让在药局排队的民众相对减少呢？预备啊！你们好，不好意思哦，你们是来领口罩的。现在口罩还很难买吗？不大会难买了，比较不会像以前那么难买。不好意思哦，社交距离啦，戴一下口罩。那以前一开始的时候啊，很难买的时候是什么状况？4点就来排队，拿椅子来这边排队。对啊，大家排很。早上4点，清晨4点。对，拿椅子来这边，8点40分才领得到。那会不会椅子摆着，然后上面写你们的名字，然后去顺便买个菜？会，也会。哦，也会这样子哦。然后顺便吃个早餐这样子，然后领取口罩就可以回家准备煮饭。那我现在要进去看一下，谢谢你们哦，谢谢。嗨，你好。你好，哇，老板非常有型哎。我刚刚发现啊，这间药局啊，服务的人数很惊人哎，而且都是女生，不只是女生，而且都是正妹，漂亮正妹，都是短裙短裤。老板，为什么？一样药局不应该死气沉沉啊，我们一样开开心心，很活泼，很青春洋溢，这个很合理啊。我们平常有些活动，我们希望在服装上也做一些变更啊。平常是准备服装就在那边。好酷哦，超酷的！大家来看一下，真的很酷，很酷哦。你先看这个裤子，一排裤子，多么惊人！超酷的，超酷的，你看，这裙子超短的耶。对，你们好活泼哦。超酷的啦！我觉得这家店难怪大家那么喜欢，就是你知道，男的帅，女的美，然后窗明几净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这么说。对，你已经被称赞习惯了，对不对？完全没有什么，他完全不会说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刚刚在外面啊遇到你们这边的邻居啊，他们说他们很喜欢你们这间店，就是特别喜欢来这边领口罩。是。没错，大家都这么讲，我自己也很喜欢来上班的，每天都很喜欢来这边发口罩的。每天喜欢来这边发口罩，是，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在领那个口罩，现在拿口罩了，对。那我等一下可以来帮忙吗？可以啊。他们早上其实都已经先拿过号码牌了，所以现在是拿号码牌呢来换取他的口罩跟他的健保卡。哦，是，你看这一份来。咱们看一下是54号，对不对？就从这边里面打54，然后给他对一下。名字帮我确认一下，是否是本人是吗？正确 ，OK， 然后就拿一份口罩，这是我们昨天就先包好的口罩，就是这样，对，然后记得勤洗手哈，记得勤洗手哦，认真洗手哈，要认真哦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就这样就好了，非常好，就是这样。我觉得我很得心应手，不是因为有时候你跟他们说，他们不一定会做到，你多讲1句，多讲2句，多讲3句，他在碰到水龙头的时候会想到要洗手，这次真的不错。哦，就想到钥匙有叮咛哦，钥匙有叮咛，来，好，所以这47号，那我就从里面找47号，没错。你好，47号，这是可能帮小朋友拿的，确定本人哦，帮小朋友拿的，了解，好，正确吗？对，好，那就拿一份口罩。然后记得要勤洗手哦。对，这样子哈。请问一下，他的那个口罩啊，这样子戴，我只能说每个人有他的一个时尚的一个风格、一个味道啦。不过基本上在防疫的角度，这样是不太对啦，因为毕竟没有把它遮住啦。
那可能是你的那个带子是松掉了吗？还是？好像对啊，它好像松掉。对，那你真的急需要再换一个好一点的口罩。对，赶快去把家里库存拿出来使用。好，这样也没有比较帅，我是说真的。这样就可以，那麻烦你啊，记得还是要勤洗手。好的，对，谢谢你哦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我们发口罩已经告了一段落，是。那我发现一件事情很特别，就是你看这个上面有盖一个章，是。对，然后这个小朋友的。是写一个棒字的是小朋友，是，然后也有盖一个章，是，为什么呢？这样解释一下，其实大部分民众，其实包含我自己，有时候可能我什么时候去领口罩我会忘了，对，所以我在上面盖一个他领口罩的一个日期，他自己就可以推算说我多久之后可以再领口罩。那小朋友的部分呢，盖一个棒就很简单，因为我们一开始会拿错，大人的给到小朋友，小朋友给到大人的，哇，那太恐怖了。对，上面盖个棒棒这样子。哦。对，然后就是辨别说这是小朋友的，然后这是大人的这样子。就像等一下我们就要再包明天要发的口罩。对。所以一天就是要包200个。目前是200份。200份成人口罩乘以10个就是乘以9，因为成人是9片。也是9片。9片，所以是1800片。一天要包1800个，1800个口罩要包到，对我而言是包到天荒地老我要来帮忙。一般的话，我们口罩的话，我们来换嘛，我们先就是盖章，今天会先做明天的，所以我们会盖明天的章。好，通常我们都会分开，就是盖完之后它就可以开始包这样。好，那我就等你盖，然后我来包，对不对？包其实是所以算9片。对，9片。会不会有不小心你们包到10片，然后民众数一数说，你多1片还给你这样？会啊，真是后来才拿过来，有的他们不会当场数，他们会回到家，然后发现说，这多了。然后拿来给我。那你们收到不会觉得就是很贴心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的时候就想说算了，那就会送你这样。对，人都那么好，我们就直接送给你。好贴心拿过来了，就包进去。我刚刚注意到，我不确定，但是你是不是怀孕了？对，是吗？对，我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肚子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几个月？6个月。对，6个月。所以疫情一爆发的时候，你就在这边。对啊。那你不会怕？我很害怕，很害怕，因为我们这边就是还是会有比较多机会接触到病人。对啊，感冒的人，像很多人进来就表达他们症状是都说我有点咳嗽，就我有点喉咙痛，我们都会很紧张。你的先生呢？支持你吗？他支持啊，他觉得做这件事情很好。对，他是说就是保护好自己这样。真的哦。那婆婆就更 OK， 婆婆更 OK， 更 OK。他们其实是很开心我们可以这样做这件事情的，因为为什么嘞？这件事情不做就没有人做啦。好伟大，就是这种逻辑，就是如果说医生怕我就离职，护士怕我就离职，像药局害怕我们就关门，然后民众就没有地方去领取了。风险更高的医生、护理师跟医检师都还在奋斗，那我们已经算是很辛苦归辛苦，但是我们已经算风险稍微低的了，所以其实我们没有理由说，那我们不做。真的很不可思议，我觉得他在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，让我有很大的感触。疫情爆发的时候，他还在工作，even到现在比较趋缓，他还是继续工作，他一直在坚守他的工作岗位上面。你接触到多少人，其实你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秒，你都在增加你有可能得到肺炎的几率。可是他还是继续做。除了领口罩之外，然后还有什么现象是防疫期间你们有注意到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的状况？现在因为大家比较不敢去医院，所以反而我们这边领药的人变比较多。那不是风险就提高了吗？整体来说其实不会，因为他们早去了医院，然后来这边领药，那他们不去医院，我们这边大家的风险就下降啦。他们一直去医院，反而大家的风险更高。所以你们也很乐于见到这样子的状况。其实这样我觉得对大家没什么好，对大家对你们也好。对，其实对大家整体上都是好的。这是我包的口罩，好有成就感哦。邱药师，我觉得您很幸福有一群漂亮又善良的工作伙伴。因为我刚刚他们跟我们分享说，如果他不做的话，那谁要来做这件事情？所以他就是沉下去。就真的是这样。那您也是？当然是啊。那您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中了怎么办？有，
有想过，真的有想过。因为这件事情，我还是写了计划，标题很简单：新冠肺炎老板中标后相关处理事项。哦，所以员工都知道哦。有，他们得预先知情啊。店内有店内一些事项，比如说我们因会有厂商的情况，我得跟他讲老板中标嘛，有些状况，或者是说顾客要领药领不到药，得跟他讲怎么了嘛。那或者是说像员工我们可能之后会采做一休一，让员工不要去做接触啊等等。那例如说像这比较也很重要了，就是说这是我家的状况。对，我还在想说为什么都是员工都没有家人。对，我家里对，那我老婆小孩得回娘家嘛。那我有两只猫就给某员工帮我去照顾。对，这也是得处理啊。对。那例如说我身负工会的一些责任，我得跟他们讲，不好意思，我中标了，所以相关事项没办法服务，我要怎么处理？对，这些都是一些事项。那亲笔写比较有感觉啊。所以员工都知道。都知道。然后我觉得很酷的是，你还没有写完呢。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还有第9个。对，可能突然然后1、2、3，加。那是怎么样的心情让你去支持，让你一定要这样子？就像我刚刚助理说，如果我们不去做，那谁来做？不可能，我们得在这个部分把它处理好，大家都健康，我们才能更健康啊。工会的概念就是这样。看到药师的那份遗嘱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有点，这是真的吗？你确定吗？是开玩笑的吧？很不真实，一定是有害怕跟担心的成分在里面，因为他想让人家心安，所以他做这样的事情。超酷的！我第一次看到有老板写了满满的遗嘱，为了员工，这还蛮感动的哎。但我还蛮好奇他们员工的想法是什么。请问你有看过吗？后来才看到。你后来才看到？因为他是接打。你当下第一心情怎么样？所以你真的吗？他说没有，你就是如果嘛。我说什么叫如果？因为他这样讲，看起来应该不是，但是好像又有这种事情，所以我就说那我想想看这样。因为我觉得他既然这样问我，应该是希望有人把这些事情处理好这样。他之前有问过我，就是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就是怎么办这样？我说我可以做，就是把这边顾好，就是至少假设你真的不在啦，你的家人会好好的这样。看他们的相处方式，我觉得应该就是这种像亲人的这种融洽的氛围，让他们向心力这么的强，让他们觉得说今天他们在做这件事情，并不是一个人，他们是有你有我有彼此，大家一起携手同心，在这个药局坚守岗位，然后来照顾需要他们的人。我觉得这个时间有点漫长，怎么电梯现在才到？我们走吧。哇，这是防护衣。这是我们的防护衣。防护衣。防护衣每天都会消毒完之后。对。这是帽套。这是帽套。对，然后这边是我们基本的护目镜啦、热色带啦、手套啊，手套上有。然后在这边我们就是有分3个，第一个是2氧化氯，对，然后第2个是酒精，对，然后第3个是漂白水。那我们什么时候会需要穿到防护衣？我们待会会去做送餐、收垃圾，还有消毒房间的工作。所以说在做这3个动作之前，我们基本的防护衣、防护装备我们都必须要穿。那在穿着之前，我待会会教你们怎么样穿防护衣才是正确的方法。你们旅馆的其他员工知道你跟老板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有没有人说，经理不好意思，我要辞职？有一个妈妈，她其实就是有小孩，也有老公，他们全家人都反对她做这件事情，但是她还是坚持留下来做，所以这一点其实让我真的很感动，真的那种真的是员工那种。员工犯累了，那种员工相挺的那种感觉。你刚刚讲我都起鸡皮疙瘩了，就是你们会互相鼓励这件事情。每天早上5点，客人抵达台湾，第一线人员5点要站在门口，最晚晚上12点抵达，中间我们还必须要去送餐、收垃圾、去消毒房间。其实我们基本上第一线人员已经没什么休息时间。第2线员工看到了，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他们直接变成第一线人员，直接去送餐，从1个员工、2个员工变成所有员工都愿意去做这件事情，因为第一线太辛苦了，我能尽我所能，我们就是把消毒的工作做好，所以变成现在员工大家同心在做这件事情了。其实怎么讲？不要哭。他掉泪的那一刻的时候，我有点惊讶。他在聊到他的员工掉的这个泪，一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受到了非常多的感触、跟感动、跟压力。那这个压力
累积到了一个点的时候，那个开关自动就开启了，所以他就是真情流露在我们面前讲到他员工他的心疼、他的感谢，就在那一刻全部的表现出来。现在工作人员呢，他们正在着装，要穿防护衣。为什么他们也要穿防护衣？当然，除了保护他们自己之外，我们也要保护在这边隔离的这些旅客们，因为我们也不想要制造他们的麻烦困扰，就是互相保护自己，也保护别人。小猪哥，你现在感受是如何？我很想我女儿。我看你后悔，我们干嘛要？那你要写一些前置的书吗？超前部署的书吗？超前部署的书。勾3下，阿弥陀佛，大家都会平安无事，因为我们做好最好的防护措施。现在是我要开始着装防护衣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一刻，我觉得很骄傲，我觉得是一个重责大任，我要去体验送餐，体验这个旅店老板的辛苦，跟感受这个环境，并且把这个环境介绍给你。好，那我们先戴头套。好，对，头套的话打开来，那我们直接套上去。那它后面的地方是可以调整大小的，好，就是把它调紧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戴上去之后，我们就这边两边往后扣，那后面这边有这个扣子，就把它往后扣。好，然后那么好了之后，我们接下来要戴我们第2层手套。在戴第2层手套之前，我们手这边要先束起来。坐起来。对，就是这样子，把它束紧。对，束紧。那我们这个第2层手套，它戴的要领就是说，它要戴超过，对，好，它要把这里包起来。好，对，为什么要戴2层手套的用意就是说，第1层手套，当我们做完所有的事情之后，我们第1层手套先脱起来。脱起来之后，你的里面那个手套代表它是干净的，对吧？那干净的时候，我们就分左手跟右手，记得左手用脏的，右手用干净的。脏的部分像是防护衣、鞋套，这种叫做脏的。那干净的地方是用右手，比如说你脱口罩，对，这些叫做干净的。了解。对。然后护目镜把它戴上去。身体的感受是热跟被包覆的很紧，不过因为包覆的很紧，这种密不通风的感觉啊，就会让我觉得蛮有安全感。希望我能够完成这次的任务。2楼到了。就是我等一下要送餐的地方，我现在看到，一出电梯的地板就是塑胶垫，全部包起来。现在经理陪着我，还有工作人员。但是等一下呢，是我一个人。出发，加油，加油！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慢慢来就可以了。好，OK，日田。你觉得第一线的检疫人员是谁嘞？非常尊敬的医护人员，还是在机场非常辛苦的工作人员呢？其实有一位是我没想到，我觉得你也没想到的，就是里长。一个小小的里，我们不知道住了多少人，但是里长都知道，所以他也知道是谁在居家检疫。如果他知道居家检疫，那就表示他必须跟这些居家检疫的人做接触，那表示说他也是暴露在一个高危险的工作环境当中，他不会怕吗？如果他不怕，他的家人会怕吗？我蛮好奇的，来进去看一下。嗨，你好。是。好。哦，好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对。好。36.7，好。里长好忙哦，我已经进来站了10分钟过去了，还没讲完。那拜托，那他后续要怎么操作？你再跟我说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
里长，是周里长你是好。讲太久了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是香慈。是，不好意思，要靠1.5公尺，距离1.5公尺。靠1.5公尺。要有社交距离。哦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。你好，我是香慈。对。这个地图是里长您管辖的范围吗？对，这是我的里内。哪边有检疫隔离的人，你都知道。居家检疫的，我们有名单呐，你会有名单？对，也会有一些基本的资料，我们会有掌握到。我进来的时候啊，我除了在那个桌子上看到消毒的东西，我还看到很多的零食。我很好奇，这个是？不是我要吃的，不是我要吃的。居家检疫对象的关怀包。居家检疫对象的关怀包。对。那现在这一批是慈幼宫捐赠的。他们的垃圾也是跟大家一起丢吗？没有，早期啦，一开始就是跟一般民众一起丢，后来规定改了，就变成要由废乙清，就是有专门的废弃物处理的业者来处理，民众可以自己选择，他可以2到3天，我们环保局清洁队的同仁会到家里去帮忙收，对，或者是他的14天检疫期满了以后，一并再拿出来丢。他不能出来拿。他家属早期就是可以跟家人住在一起的，就是4月21号以前没有那么严格的限制，然后4月21号以后，就是因为有规定说，居家检疫的人他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的卫浴，那有些家里可能就只有1套卫浴，对，所以像这种情形，家人可能就要到外面去住这样子。放在门口，那不就是这个身份就曝光了耶，对不对？坦白讲，确实是有被看到过，但是其实次数不多。被发现那个应该很紧张吧？他不是说对，里长，没有错，那是什么？对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只能偷偷的去帮他做一些消毒的动作，这样子。那您不会怕吗？当然会啦，还是会怕。对啊，所以我们现在随身自己也会携带。戴口罩是必备的啦，也会携带个酒精啊之类的，也是。那你有例如跟居家检疫的人接触过吗？有不小心照到面过。我比较好奇是怎么不小心？比如说他住在7楼啊，对，那我们在楼下说，我现在要上去了啊，结果可能我们爬楼梯太慢，他东西才刚放下去他就开门，那我们就开始好。那就我就开始快步离开这样。所以那一瞬间，空间是整个是零接触，没有错。他那个人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他也吓到，你也吓到了。对。哦。对，就他不知道是他2个人的时间没算好，对，不知道他太快还是我太慢，搞不太。哦，好有趣，好有趣。对。我最近看新闻有看到，就是有那种居家检疫的人啊，偷偷跑走，然后那个里长都很紧张要去追人啊。对。所以这些居家检疫的人是在你们要特别去关心的范围，那你们平常怎么关心他们？我们李干事跟我们会打电话，对，在12点以前会拨一次，然后下午5点以前会拨一次，主要是要确认他身体的状况了。那至于他是不是有确实的留在检疫的地点，那其实我们的手机有一些定位的功能，他只要离开他定位的地点，好像超过10分钟吧，对，然后就会发简讯给派出所，那派出所就会跟我们联络。那现在已经时间快要到了，所以就差不多要打电话。对，应该我们其实现在人数比较少，所以其实老早可能9点多就开始打。那现在我们李干事也正在做这个动作。对，正在。对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李干事是不是还睡觉？对，可以麻烦您吗？对，就是对，因为我现在需要跟他做联系，这样。对，好，麻烦你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所以这个就是在关心居家检疫的人的状况是吗？对，就是会打电话给他们。那因为就是一个早上，如果说我们会先需要确定他们今天的身体状况都还好吗？哦。那如果说比如说他们打3次电话都没有接的话，那我们就会请就是辖区的警员，就是帮我们到家里去找人这样子。还有什么事情是防疫期间你有注意到的？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原来里长也要做到这么细。我们的街道上的垃圾桶一直存在一个问题，就是常常会有人把家用垃圾拿出来丢。对，我常常看到那个散步的时候，垃圾桶满出来，然后是家用垃圾，然后有感觉是例如厕所卫生纸啊，然后有的还没有包好。对。所以您会担心这个垃圾桶？之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确实是有人会丢口罩在里面。丢口罩在垃圾桶这件事情，会有2个比较危险的事情会发生。第一，当然是我们第一线环保局的同仁在处理垃圾的时候，有可能因为这样的情况
染上会有这个染疫的问题。对。第二，还有很多街友，对，还有很多做资源回收的朋友们，我们路边的垃圾桶也是他们取得资源回收物一个很重要的管道。对。所以当他们去翻这些垃圾的过程里面，对，我觉得也有可能会让他们有遭受到感染的风险。你讲的很有道理耶，对，他们的自身安全他们自己要顾好，他们也有家人，也有小孩，也有亲朋好友，所以其实这个也很容易不小心变成防疫的漏洞跟破口。对，没有错。也就借着这一次防疫的机会，把它移除的必要性跟需要这样子。最近就是大家会感觉得到疫情渐渐的趋缓，心情也比较放松。那对于防疫这件事情，不像以前那么紧张，那相对来讲也会比较松懈。那是不是里长你这个部分的工作重担就会比较少？我们其实一直有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特别是像我们在公园，有很多婆婆妈妈会来，那有些椅子啦、儿童游乐设施啦，或者是那边有我们一些栏杆、体健设施，我们都会来做一些消毒的动作。那通常我们是在晚上来做，坦白讲，有时候白天来做，很多人在使用。那我们怕会干扰到使用的民众，在晚上做的第二原因就是，有时候来的时候3、4个人来弄，人家会觉得说，哇，那我们里面是不是有人确诊，还是发生什么事情？所以我们需要来做这样的消毒。所以我们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恐慌，我们通常是晚上来做。我想要帮忙，可以吗？当然啦，我们如果能够帮我们速度加快，我们当然非常欢迎啊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我们可以，我们刚好我们领导在前面弄。现在我是里长的小帮手，谢谢。那你先帮我喷这个溜滑梯的地方，那这个溜滑梯的脚踏的地方也要喷。那我来喷楼梯。好，哇，这不能漏掉任何一个角落，哎，对不对，里长？就是把它喷湿啊，就是喷湿，对，像喷湿喷满。对。哇，这个工作真的是要很细心的人才会想到。这边下面要喷吗？啊，小朋友，这是他们回来的路径啊，他们走的时候很开心啊。哦，会摸到，所以去拍它、拍打它，趴在上面，所以这真的是零死角哎，下面也要，有没有？下面不要轻忽小朋友玩乐的决心。哇，这样子好安心哦。其实这刚刚来喷的时候会觉得很新鲜，很好玩。但其实你想想看，你隔2天你就要来消毒1次，然后1次要1个多小时，可能是这个环节我们没注意到，然后导致有的人不小心去感染了。那里长注意到这件事情，他去来做这样子的消毒。里长，您的工作某种程度来说，你的风险值很高，不亚于医护人员。我觉得你都不会心里就是我们撇开里长，我们不要说周里长，就是周辉泰先生本人。当然，我们多少会担心一些啦。坦白讲，我们跟医疗单位的风险应该是他们会比我们高一些，但是他们有足够的专业跟足够的设备去解决那个问题。那我们其实并没有，我们接触到的人确实是跟他们一样多，在这个部分确实是有点担心的。那家里小孩呢？因为我接触人多，那我们也很担心会因为我们工作的关系，导致小朋友也有感染的风险。所以我儿子跟我小女儿，我们都没有让他去幼稚园。对，就还是就是干脆我们就自己带，避免他去接触更多的人。你们保护的不只是小孩，不只是你们自己，你们也想要保护整个里面，你们不想要自己成为社区感染的祸首。对的，我们本来就有责任，该要多做一点。我刚刚在那个里长办公室，我看到谢谢里长爸爸怎么样写很可爱那个小朋友画的画，对不对？然后写给里长爸爸一段话。看到这些，当然特别在这个时候，对，会感到很窝心啊，特别是接到民众的肯定，那我们真的很感谢有些，特别是检疫的对象、个案，他们给了我们很多包容，给了我们很多空间。其实，在这个检疫的期间，不只是我们辛苦，他也很辛苦，根本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。所以，就是能够得到他们的包容，我觉得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，也是感到很窝心的事情。我们聊了很多之后，到最后他有一些比较内心话的透露之后，我才发现这不是演的，这是真的。他就是一个想要把大家照顾好的里长，他就是一个在大家担心之前，他就先把事情做好的里长。
然后来出来了，出电梯的这个地板贴的塑胶垫，大力胶带也贴的密不通风，我感受到了紫外线灯这是消毒杀菌的，他们确保没有死角。这边也有一个，有看到吗？因为它这边有转角，所以那边一个，这边一个。OK， 来到这个地方，黑色桌子就是我要送餐的地方。我觉得现在有点紧张，是很怕把它打翻。一手。哦，好像筷子是掉到桌上。这样拿，好怕筷子掉到地上。这个地板下机的旅客也不知道他们的脚或行李会带上什么东西，还有一点点的压力。一进电梯就这样子走过来，走到他们自己的房间。我如果东西掉在地上，觉得这样子会蛮危险的，因为我要保护他们，确保他们的餐点没有疑虑。这是第2间。那我们现在进来房间之后，刚刚是我们的空气已经消毒过了。对。那我们的冷气也是开到最强，让它去做空气循环。对。那已经静置30分钟了。对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用你手上的消毒水，对，把客人，你想象客人所有会摸到的东西，如果要做的紧绷一点，就是把你所看到的任何东西都喷过一遍。经理。通常啊，你们一间房间要几个人打扫？打扫大概几分钟？空气消毒半小时不算，从像我们这样做喷洒的动作，一直到整个房间整理完成，大概是半小时到2个小时。因为消毒的同时，它有一些破坏性，那这样不会伤你们的装潢跟家具吗？这样你仔细看一下，我们的墙壁其实已经开始有液面了，这都是以前消毒所留下来的痕迹。哦，所以这个不是脏脏的，这个就是对，这个不是脏的，它原本都是纯黑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可能喷过了漂白水，喷过了2氧化氯的时候，然后它让它本身斑点，然后绿化这样子。刚刚已经先都喷完我们所有的家具表面了，已经静置了10分钟。对。那我们现在要做收垃圾的动作，把所有我们该丢掉的东西，全部一股脑的就是往袋子里面丢，像是你刚刚看到的垃圾。对。好，然后喝过的水，没喝过的饮料，杯子。任何纸类的东西全部丢。我们现在的桶子里面是放着1:50的漂白水。我们现在要拆我们的布巾，好，就是我们的枕头套、床单跟被套。好，那这些东西呢，待会在拆的时候，请记得一定要动作温柔，一定要慢慢的拆，轻轻的拆，这样子避免说它的上面的灰尘、细菌，对，飞起来的疑虑。床单会把枕头那些全部包起来，包起来之后再一起丢到我桶子里面去，让我们放进去就好。轻轻的放进去。放进去，让它全部都浸泡到床单上。我可以压吗？可以，轻轻的压，不要让它再气跑上来。之后我们要把我们的布巾、我们的垃圾全部都把它移走。你现在什么感觉？觉得空气很近，但是又好远。现在想要大口大口的吸空气，而且你看有风，我完全不觉得凉，好热哦！现在觉得里面都是水，都是在冒汗的，很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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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坐下来，继续左手再从你的拉链这边先拉开。难怪我觉得脱掉为什么不凉？对，我还有第2层，我想说怎么没有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，因为我还有第2层。用左手拉下来。啊，我终于通风了。现在有点不想要脱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一定很狼狈。哇，我觉得头有点晕哎。我刚刚在送的2楼只有2间，一间跟下一间其实隔得很近，我都这么的小心翼翼跟紧张不安，更何况是在这边工作的饭店的人员，他们每一天都在重新的启动这种紧张跟不安跟小心翼翼，所以他们的压力跟紧张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的。我刚刚在
整理房间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天啊，有够辛苦的。但是我只是1个小时而已。那你觉得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？其实蛮多波折，包含家人。你有家庭有孩子的吗？有，现在有个老婆，然后现在怀孕。对，那时候开始的时候，我告知她的时候，现在5个月的时候，老婆真的反应很大，因为第1胎就吵了。我懂。吵得比较久，对。你老婆那时候怎么说？因为她觉得说，就是员工去做嘛。那我现在怀孩子。对。那她觉得说，他觉得说，员工啊，为什么比他们还要重要？因为说真的，第1胎的孕妇啊，情绪比较大。那我只能跟他讲说，就是我应该跳起来做。产检的时候，其实我真的是尽量配合。回去的话，就算是回去碰到面的时候，我可能就是拿个东西给他。其实像我们家就是保持距离。对，我连抱他都不行，我连摸他都不行。我东西拿给他之后，其实我就离开，隔天重整一下心情之后继续上班，这比较对不起家人。其实你们夫妻俩都很伟大，那我觉得你应该要跟你太太好好的讲一下吗？对，你可以现在打给他。我不知道他现在可不可以。嗨，你好漂亮哦！他有一些话想跟你说。老婆，谢谢你。这段防疫期间其实没有很常陪着你，知道你现在怀孕啊，就是很委屈。那希望你不是接替这样的。你有什么话想对你老公说吗？就我没有想过怀孕过才会经历这一段。刚开始他正在经营防疫旅店的前1个月，我其实是非常不开心的。为什么不开心？他都知道啦。说服自己要支持他，可是其实情绪上还是比较低落的。对，他的压力很大，反正就是尽量自己吸收这些。对，所以就希望加油，就是我们都会陪着你。还有呢？就是我爱你。那你呢？你要说什么？老婆，我爱你，你跟宝宝一定要好。对。你好，我们就好。好，谢谢你哦 ，Ellie。挂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看啊，他要看你啊，不是看我。你要不要 kiss bye？kiss bye，kiss bye。听你这样讲完，跟我今天的体验，确实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。是，对，没错。人家也没有注意到，对。然后你花那么多钱去准备这些事情，是。你觉得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吗？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，我也不是一个英雄，我们只是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我们不去做，那谁来做？大家都健康，我们才能更健康。本来就有责任，该要多做一点。辛苦归辛苦，但是我们已经算风险稍微低了，所以其实我们没有理由说，那我们不做。所以台湾人到底勇不勇敢？其实很多人不勇敢，但是他们很努力，让自己勇敢的去保护其他人。我叫 Eric， 然后今年21岁，然后现在是一个大学生。那你现在的身体状况？已经回来快3周，然后在医院康复的比较 OK 了。当初是怎么样发现自己的身体有异状？那几天都不是高烧，最主要的就是鼻子很痛，然后嗅觉开始丧失。那个晚上就呼吸困难，会有一种就是快要窒息的感觉。其实那个状况就是，当然就直接打999的救护车的专线，但是他们只要听到你前面有发烧，他就觉得你可能是带原症，那你就是应该要拨打非紧急医疗专线，就是111。所以那时候就是999跟111一直在互踢我皮球，我就不断的跟他们求，就说拜托你，求求你，就是给我救护车好吗？就是因为我真的呼吸不到空气的感觉。英国到台湾回家的这个过程会很辛苦、很困难吗？伦敦的机场基本上已经不是像以往那样，人很少，飞机上人不多，然后我那排都没有人。整个飞行的过程，这13个小时里面，恐慌症又开始发作，就是很焦虑，真的直到落地的那一刻才有一种想哭的感觉。
就是觉得真的回到家了。回到台湾之后，有没有受到负面的批评，或者是给你压力，说你为什么这时候要回来呢？酸民真的只是台湾少部分人的声音而已，很多人是在给海外的侨民跟留学生加油打气。我相信台湾人的良心跟爱心。我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在负压病房的最后一天，你是怎么度过？对于我们被隔离来说，精神状态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有时候会听到其他方传来哭着说要回家。那你的家人是怎么样看待这一件事？他回来台湾已经快1个月了，是都没有跟家人见到面，也没有踏进过家门，都是用视讯的方式这样子。跟我爸爸讲说，我真的其实是很有压力的时候，我们2个都是大哭这样。那你出院之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回去我出就洗完澡，然后就确定全身干净，没有什么医院带病毒之后，我还给我爸妈一个拥抱。Eric 这一路上，他的心路历程是非常的不安、跟恐惧、害怕。但是比起有一些人怕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带病者，害怕别人视他为恐怖的对象，所以呢，选择用欺骗的方式，例如上飞机吞退烧药，或者是有一些人明明你应该在家里居家检疫，结果你竟然跑去便利商店，然后让大家很害怕，然后去追踪你。那我觉得跟他们比起来 ，Eric 非常的勇敢，因为他主动告知，让他有明智的决定，让大家可以帮助他，真的很勇敢。